Hello， 大家好，我是庄野，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今天呢，咱们聊一聊卡尼访华。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从2026年的1月14日到17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开启了为期4天的访华之旅。这也是加拿大总理时隔8年以来首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卡尼这次出发，背后没有掌声和欢呼，只有浓浓的火药味以及绝望的求救声，还有全国民众的质疑和期待。现在加拿大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委内瑞拉石油对加拿大的现实威胁迫在眉睫，阿尔伯塔独立公投箭在弦上，草原省和安省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矛盾重重，不可调和。更恐怖的是，川普的新版门罗主义的回归。在华盛顿的地图上，川普已经开始把格陵兰划入所谓的美国战略版图，这种战略扩张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加拿大的主权独立。在这样的外交内困之下，卡尼走出了加拿大外交史上最冒险、最有争议性的一步棋，跟中国重建信任关系。卡尼的这次东方之旅是一次生死难测的冒险，也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豪赌。他赌的是加拿大未来10几年的国家命运。他不仅要为加拿大的油菜籽寻找一条出路，更要为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经济主权搏一个备胎。那么，卡尼能否在北京拿到拯救加拿大的经济合约呢？加拿大又将如何在中美2个超级大国的巨力拉扯之下保住自己的国家利益呢？当然，这个问题问的没有什么新意啊，因为答案已经出来了。2026年的1月16日星期五，就在我写文案的今天，卡尼拿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沉甸甸的厚礼。这份礼物，有人欢喜，有人发愁，有人失望，有人发飙啊！今天呢，咱们就深入拆解这次卡尼访华，以及这份从北京拿到的沉甸甸的，同时又争议巨大的大礼包，它背后的生死棋局。换句话说，你别看卡尼在北京谈得非常的开心呢，但是等他出访回来之后，那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故事从头讲起。北京时间2026年的1月14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抵达北京，正式开始为期4天的访华之旅，从14号到17号。在这个卡尼抵达北京的时刻，很多观众在电视中看到了啊。卡尼下了飞机之后呢，没有看到李强亲自去接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卡尼有点受怠慢啊。其实不是，这很正常。在中国的对外交往礼仪中，对于国家元首的正式访问或者是国事访问，通常是由外交部礼宾司的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而随后正式的欢迎仪式则被安排到了第2天，就是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由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主持。可以说这次中国给了卡尼很大的面子啊！大家看电视也看到了，完全可以说卡尼这次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从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方面对恢复中加关系是非常重视的。这次陪同卡尼一起前往中国的有很多高官呢，以及内阁的成员。一个是外交部长安妮塔·阿南德，带他来，因为卡尼出访属于外交行动嘛，那外交部长肯定得带着啊。还带上了自然资源部长蒂姆·霍奇森。这位老兄呢，他是卡尼从商界挖来的一个亲信，他原来是前高盛的 CEO 啊。他是2025年5月份上任，就专门负责处理阿省的关系。带他来的核心任务呢，就是为阿省和萨省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油矿签署一个长期的供应协议。另外还带上了农业部长西斯·麦克唐纳以及萨省的省长斯科特·莫伊。斯科特·莫伊也是跟随卡尼访华的唯一一名省级领袖。这次卡尼访华带农业部长和萨省的省长，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前一段时间因为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嘛，结果被中国在油菜籽啊、猪肉啊、海鲜等农产品方面征收了非常高的报复关税，让加拿大中部以萨省为首的这个草原农业省份苦不堪言。这次带他们来呢，就是过来谈判的啊。莫伊的重点是油菜籽，农业部长的重点是猪肉和海鲜，这2位是哼哈二将，各司其职。另外这次跟随卡尼访华的还有一个就是工业部长乔美兰，带他来的目的，他的任务比较重啊，就是负责中加之间关于电动车的关税以及技术转移方面的艰巨谈判。还有一个是国际贸易部部长马尼德希杜，他负责具体的进口多少中国电动车的配额谈判，以及与中国商务部长就细节问题进行技术对接。当然除了政界高层之外呢，跟卡尼同行的还有一些国会议员以及商界和民间的团体。因此啊，从卡尼这次访华的人员名单来看，基本上咱们就搞清楚了，这次卡尼他是干什么来的啊？卡尼这次出访有5大目的。第一个呢，就是重启双方经贸往来，重建互信关系，
扩大加拿大对华贸易出口，让加拿大的经济变得更有韧性和持续性。第二个目的就是争取让中方取消对加拿大的油菜籽啊、海鲜的、猪肉的这些农产品的高额反倾销关税，给加拿大中部的草原农业省呢留一条活路。第三个就是能源多元化与石油备胎计划，就是在美国即将接管委内瑞拉石油之后，导致阿省的油砂面临着失去美国市场的风险。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卡尼需要北京为加拿大的重质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产业签署一个长期的油气供应协议。还有第四个就是跟中国就电动车关税问题进行博弈，因为中方之前已经放话了，要想取消对加拿大农产品的制裁，前提条件是加拿大必须得撤销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的100%的关税。这一点呢，其实说实话让加拿大非常的为难。一方面美国那边盯着呢，再加上安省的这个省长大脑袋福特也放出话来，如果卡尼为了农业利益把中国的电动车放进国门，进而牺牲了安省的汽车业，那么他将绕过联邦政府，直接跟美国谈汽车合作的事儿。反正福特这位就是人狠话不多，给了卡尼非常大的压力啊。好，前面是4个目的了，最后一个目的就是第5个，就是跟中国在国家主权和战略自主性上面打一个招呼啊。面对美国对格陵兰和北极主权的野心，卡尼试图向中方解释一个信号，就是加拿大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外交实体，不会说是在外交政策上完全追随美国，就是双方见个面，把自己的外交关切和安全底线都聊一聊啊，避免将来再发生那种你比方说在小土豆任内孟晚舟事件那样的对双边关系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政治误判，避免那个啊。好，看完了这5大目的，然后咱们再看一眼这次卡尼出访的成果，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沉甸甸的大礼包啊，里面到底都有哪些内容？把前面说的这个目的和谈判的这个结果这么一对比，您自然就清楚了卡尼是否这次达到了他的目的。简单来说，中加双方这次谈成的协议啊，有5大核心成果。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个的详细说一下这些成果背后的战略博弈。第一个，电动汽车的关税大幅度削减，加拿大将取消对中国电动车的100%的关税，恢复到6.1%的最惠国关税。但是虽说这个关税数值下降了，但是只给了中国电动车每年49000辆的进口配额。不过在协议中，卡尼并没有明确指出对于超出配额那部分的关税应该怎么收啊。还有这个政策的落地时间，这个也不确定。而且说实话呢，49000辆这个数额并不大，它只占加拿大年度新车销售量180万辆的3%。而且这个关税的优惠仅适用于那些进口价格在35000加币以下的那种比较便宜的车。说白了就是在加拿大的国门上开了一个小口子。当然开这么小的小口子，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车冲击到现有的加拿大汽车业，防止美国那边川普川大统领以及安省省长大脑袋福特的这个反应过激。因为福特在卡尼访华之前已经发出了一些极具威胁性的最后通牒。福特就说呀，如果卡尼为了农业省的利益而在电动车关税上面对中国做出退让，福特将有可能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比方说安省将绕过渥太华，直接与美国的密西根州啊、俄亥俄州啊这些汽车生产大州签署独立的经贸防御协议。其次呢，福特还善意地提醒卡尼啊，在现有的美加墨协定 USMCA 中存在着一条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毒丸条款，就是限制美加墨3国跟非市场经济国家做生意。一旦卡尼引入中国电动车，就有可能触发这个条款，那么川普政府极有可能会以此为依据终结美加墨协定，那么对加拿大的经济损失那是不可估量啊。当然这个只是福特的一个提醒啊，其实不用福特提醒，卡尼自己当然知道了。因此他这个每年49000辆这个数字呢，非常的克制啊，就是说对中美2国都有交代，既达到了中方降低中国电动车关税的要求，又事实上不会冲击到北美的汽车业布局，让美国也找不到国家安全的借口来惩罚加拿大。用卡尼自己的话说，就是用3%的低端市场空间换回了数百亿加元的农民的生存空间，并且引入了价格低于35000加币的平价电动车。这对于那些饱受通胀之苦的加拿大普通家庭来说呢，这要比某些政客口中全是套话和空话的政治口号来得更加实际。我觉得卡尼这话说的非常的正确啊。
你作为一国总理的话，一定得务实啊，一定要看清楚目前世界上能够拖住加拿大经济、抵抗美国霸凌的唯一的能够有所作为的经济体。说不好听的，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市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呢，加拿大应该好好的学一学人家澳大利亚啊，人家的政治上该批评批评，经济上该合作合作，跟中国做好生意，让加国的普通民众分享中加贸易的红利，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才是作为一国总理最重要的职责所在。当然，为了回来应对美国和福特的质问呢，卡尼其实也早有准备。你看，每年49000辆呢，这个数值只是目前的配额。等以后呢，这个配额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的调整。你比方说，如果川普过分的发飙，这个威胁加拿大，那么这个数字就可以调小一点。如果美国欺人太甚，蹬鼻子上脸，不给点颜色瞧瞧不行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就可以调大一点啊。进可攻，退可守嘛。不过，大概率这个数字会逐渐上升的，因为据历史发展的趋势以及还有美联社的分析，这个配额可能会在5年内增加到7万辆左右。还有就是关于在加拿大建立中国的电动车厂这个事儿啊，也有了一定的眉目。不过这个事情急不得，因为首先中国的电动汽车在加拿大能不能卖得动，这个还需要打一个问号。从目前各项民调发布的数据来看呢，加拿大民众对购买中国的电动汽车还是存在一定的疑虑，比方说国安方面的疑虑啊，还有担心个人资料被泄露啊，或者是这个整车的安全性是不是合格啊，这等等啊。还有就是中国电动汽车是否适合加拿大这个寒冷的气候，这些呢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得到验证。因此说呢，着急忙慌的在加拿大建厂这个事儿不着急，双方还在磋商之中。卡尼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补充了一个协议的细节，就是双方目前已经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备忘录，就是中国承诺在未来3年之内通过合资的形式，在加拿大建立电池和汽车组装基地。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卡尼给福特准备的一个大礼包，省得回去之后福特给他摆个臭脸，这也算是给福特省长的一个交代啊。但是好像这个交代没什么用啊，因为感觉卡尼这次真的是彻底得罪了福特。福特那边其实已经对此做了表态了。根据媒体采访呢，福特说卡尼这次引入中国电动车是一个极其糟糕而且算计错误的决定，他是在用安大略省的汽车工业去给其他行业买单去了。为了安抚西部省份的种油菜籽的那帮农民，而把安省的汽车工业给卖了。同时呢，谈到每年49000辆汽车的这个配额，卡尼可能觉得这个数很小，但是福特说这可不是小数字啊，这是一个给中国企业留下的立足点。然后福特还引用了巴西的例子，说中国总是从3%开始谈，你问问巴西人后来发生了什么？那很快3%就会变成37%，最后把当地的工厂全都给击垮了。而且福特还反复强调，中国电动车是靠着巨额的政府补贴制造出来的，这种价格上的不公平竞争会直接摧毁安省的供应链。而且福特还同时指责卡尼，你是为了讨好北京，拿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在玩火。美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啊！你这个协议有极大的风险，让美国对加拿大关上市场的大门。因此说，这个福特为了向联邦政府施压，这大嘴巴什么都说，在媒体面前他也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反制行动意向，当然只是意向啊。回来之后具体实不实施的，这个还得跟卡尼谈。什么意向呢？首先，安省可能不会为这49000辆进口车提供任何的省级购车返现计划，或者是公共充电桩的优先支持。同时呢，福特表示，他将立刻联系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的这些州的州长，打算绕开联邦政府，向美国解释安大略省完全不同意卡尼的决定，就是寻求与美国建立一个单线联系，一个次国家级的行业联盟。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必须立刻补偿安省汽车业。这个很公平啊！如果你要是允许含有中国补贴的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那么你卡尼也得取消所有的联邦加在我们安省汽车业上面的工业碳税成本和电力附加费，以增强安省的车企的竞争力。大家都给补贴，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面进行竞争，这才算公平。此外呢，关于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加拿大建厂这件事情，福特一开始在卡尼访华之前曾经对媒体表示说，如果中国电动车厂家愿意在安省建厂，雇佣安省工人，使用安省的零部件的供应链，那么他可以接受。但是卡尼这次关于建厂只拿回来的是一个3年之后的投资建厂，而且还是一个组装厂的这么一个承诺，这在福特眼中，这明明白白的就是一个空头支票。福特想要的是安省制造，而不是
中国制造，安省组装。如果这些新建的厂是用来装配从中国运来的零部件，那对于加拿大的汽车供应链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因此福特就表示安省不会为这些所谓的意向中的工厂提供1分钱的省级补贴或者是土地优惠。福特在发布会上说了卡尼以为建厂就能够跟我交差，但是他这个行为是在把安大略省推向与美国爆发贸易战的火山口。当然福特还说了很多其他的从福特的表态来看，基本上就感觉卡尼这次回去呢，这个福特有可能会上门把卡尼给胖揍一顿的。但当然这话说回来也有人认为呢，福特这次是和卡尼在唱双簧。你福特必须得表达这个态度，必须得强烈反对卡尼，才能够在这场政治大戏中获得一线生机。因为什么？因为卡尼跟中国这个电动车协议肯定会极大的激怒美国，然后美国可能就会疯狂报复加拿大，而所有的报复措施最终都会拍在安省的汽车业身上，全都会结结实实的拍在福特这个胖脸蛋子上面。因此福特必须得表现得非常愤怒的样子，表现出自己非常的反对卡尼这么干，表现出自己非常维护美加贸易关系的这么一个姿态，这才能够换取美国下手轻一点，或者干脆就真的假戏真做，像福特威胁的那样，安省完全有可能跟美国部分的汽车生产州建立一个次国家级的生产同盟，这不就可以不仅让美国下手轻一点，甚至还可能有机会完美避开川普的铁拳胖揍了吗？而想要达成这一点，卡尼这边必须也得配合，必须要让福特跟这个电动车协议毫无关系。你看这次卡尼访华没有带福特来，只带了萨省的省长斯科特莫伊，这里面就隐藏着巨大的政治智慧一方面是防止福特为了自己省的利益阻挠加拿大跟中国的电动车谈判，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安省的福特完全置身事外。这样的话，甭管你卡尼跟中国谈出什么来，你福特呢始终都是以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的那个外人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所以说这里面这个拿捏咱们不得不说这个算盘打的其实挺精明的。好，前面说的是第一条协议，就是关于电动车的。第二条协议就是关于农业的关税谈判，这个已经取得非常重大的进展。中方已经承诺在2026年的3月1日之前，将加拿大的油菜籽的综合关税从目前的85%大幅下调到15%。另外，自3月1日起，加拿大的菜籽粕、龙虾、螃蟹、豌豆等产品将不再受到报复性关税的影响，这个有效期至少持续到2026年年底。您注意它这里面没有提到猪肉和菜籽油，因此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在磋商出最后结果之前，菜籽油目前仍然维持了100%的关税，猪肉呢仍然维持25%的附加关税。因此，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的公司对此表示遗憾。不过，卡尼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环节也对此做了解释，在协议中没有提到的农产品，比方说猪肉和菜籽油之类的目前仍在磋商之中，这个很重要。但是双方已经有了一个原则性的承诺，就是实际上就是口头承诺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在技术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别看这两个没什么进展，中方又另外多给了几个甜枣，就是中方承诺将加速对加拿大的牛肉、种猪和宠物食品的准入审核。就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大家稍安勿躁，不要着急，慢慢来该来的迟早会来。咱们看看专家的分析它这个结果其实是中方刻意而为之。中方把加拿大的农产品分为了初级农产品和深加工产品这么两个，就是分别的不同的策略。油菜籽是初级农产品，是中国榨油企业急需的原材料，所以这个减税比较快。可是菜籽油呢，这个属于深加工产品，它是直接跟中方的菜籽油是竞争关系，所以说菜籽油这块不着急。同时呢，也可以把菜籽油拿来作为后续中国电动汽车第二批配额的谈判的筹码对猪肉也是同样的道理。中方在猪肉问题上面的克制，其实是在观察卡尼回国之后对这个美加墨协定年度审核的这么一个态度。如果卡尼在2026年的协定重审的过程中过于亲美而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的话，那么这25%的猪肉关税随时可能进一步调高。另外坊间还有另外一个猜测，就是说这次油菜籽的问题能够得到优先解决，也是跟这次萨省省长亲自出马陪同访华有一定的关系这油菜籽的主要产区是萨省和阿省嘛，但是猪肉的产区主要是魁省和安省，这叫什么？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萨省省长的这个奔波努力之下呢，你看
来都来了，好歹也得给点面子，就正应了那句话，叫做会叫的孩子有奶吃。所以说，这油菜籽就优先得到解决啊。当然这个只是传说，不一定啊。好，这是第二个农产品协议。第三个协议就是能源与气候协作方面，中加双方承诺将在加拿大擅长的领域，比方说石油啊、天然气啊、油矿啊，以及在中国擅长的领域，什么清洁能源技术啊、太阳能啊、风能啊、蓄电池啊，双方在以上各个领域深化合作，增加投资。说白了，其实就是双方互相买对方的资源，互相投资建厂。这个也正常啊，也不能说是卡尼去中国就光得要求中国买加拿大的重油，中国又不是做慈善的。你加拿大的重油美国不要了，中国就非得买呀啊！你加拿大也得承诺买中国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明面上叫做双向投资啊，这个比较好听。为了实现这一点，双方就承诺重新启动中加双方的部长级能源对话。其实呢，这份协议是卡尼政府面对着川普操控委内瑞拉石油这一巨大的国际政治事件的冲击，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为阿尔伯塔省量身定制的一个经济救生圈。这个背景估计大家都知道。2026年新年钟声刚刚过去不久，美国就突然发起震惊全球的那个绝对决心行动 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 随着马杜罗被活捉到纽约受审，美国宣布要全面接管委内瑞拉石油。这不仅仅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地震，更是对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重油产业的致命一击。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出产的原油是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出产的一模一样的种植原油，它们二者之间不是互相补充，而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这个说来话长了。本来这个委内瑞拉是美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国，结果后来由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政府的这个反美政策，为了加强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控制，查韦斯就开除了数万名有经验的工程师，把这些关键岗位换上了支持自己的人，这就导致委内瑞拉的重油生产设备长期疏于维护，产量暴跌，然后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比也是一落千丈。等查韦斯的继承人马杜罗上台之后，美国在2019年又对委内瑞拉实行了全面制裁，这就使得委内瑞拉对美国的原油出口完全断绝。于是作为替代，阿尔伯塔省的重油生产开始暴力拉升，从2008年的每天200万桶增长到2026年初的每天510万桶以上。更讽刺的是，加拿大的油砂技术人才有很多都是来自委内瑞拉，就是那些被查韦斯赶走的石油精英群体。是这些人帮助加拿大实现了逆转反超。你看，美国有2个大型的重油炼油区，一个是用于处理委内瑞拉原油的墨西哥湾炼油区，还有一个是处理加拿大油砂的美国中西部炼油区。然而自从委内瑞拉原油断供之后呢，来自加拿大的重油不仅先是填满了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随后又通过这个 Keystone 管道系统大举南下进入墨西哥湾。可以说，加拿大的重油对委内瑞拉的重油呢是一种断崖式的替代。也可以这么说，加拿大的石油产业是踩在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尸体上面建立起来的。到了2023年，加拿大已经占到美国原油进口总量的60%左右，成为美国能源安全的绝对的压舱石。说白了呢，加拿大就是利用委内瑞拉政局不稳带来的政治红利，过上了吃香的喝辣的好日子啊！当然，咱们前面说加拿大吃香喝辣的，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指的就是阿省人民啊。然而到了2026年，随着美国直接干预委内瑞拉的局势，将来可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掌控其石油资产，那么如今这些原本属于加拿大的市场份额将面临着被反向替代的巨大风险。因为委内瑞拉重油产区距离美国墨西哥湾炼油厂仅需要几天的油轮的行程，物流成本远远低于从阿尔伯塔省跨越数千公里的输油管道，这个成本来得低得多。在这2个地方的油品质量完全可以完美替代的前提条件之下，那么一旦美国墨西哥湾的炼油厂为了利润重新购买美国自己掌控的委内瑞拉原油，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那么加拿大的原油出口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加拿大最重要的重油产区阿尔伯塔省的经济，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每年数以千亿计的财政收入正面临着断流的倒计时。甚至说，如果美国愿意，阿省的原油可能会被完全挤出美国市场，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当然这个也没那么吓人啊，因为之前委内瑞拉的重油生产设备基本上都处于废弃或者是极差的保养状态，要想恢复完全的产能，美国这边需要投入不少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去修复它。按照川普之前的估算，至少得1000亿美元。而且美国的能源巨头高层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
他们主要担心这个新的委内瑞拉政府是否能够建立起一套配套的法律和商业的环境。因此说，现在留给阿省的时间至少还有那么几年吧，但是这个时间真的不多了。马克卡尼需要未雨绸缪，快马加鞭，赶紧利用这几年所剩不长的窗口时间，为加拿大重油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美国的第二市场，而中国就是这个唯一的替代市场，其他任何经济体都不行。所以卡尼这次访问中国，就是要确保，如果美国关上了大门，加拿大的原油可以通过跨山输油管扩建工程，源源不断地通过 BC 省的海岸运往中国。而且如果卡尼拿到了北京每年1000万吨级别的重油合同，那么在接下来的美加墨协定年度审查的谈判桌上面，卡尼也有了一份可以从容对抗川普的能源底牌。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妮塔·阿南德在卡尼访华之前紧急与中方沟通。这次加拿大在北京不仅要谈油菜籽和电动车，还要谈一套全新的跨太平洋能源走廊。卡尼必须在这次访华的过程中说服中国那些国有能源的巨头们，在未来10年之内，加拿大对于中国来说是比那个受美国控制的委内瑞拉更加稳定、更安全的能源战略伙伴。因此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卡尼在向中国递橄榄枝的同时，也在向白宫传递一个无声的警告：如果美国你要掐断我们的生计，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即使这条路会触碰中美竞争最敏感的红线。最后的结果证明，卡尼这次算是赌对了啊！中加双方签署了一份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的核心就是出口多元化和定价权的对冲。中方正式承认加拿大是负责任而且可靠的全球原油供应伙伴。双方同意利用已经投产的跨山输油管2期扩建项目，加拿大向中国及亚洲市场增加重油的出口。中方承诺在未来10年之内增加加拿大天然气的采购量，以替代目前那部分来自中东的不稳定份额。另外，在中油的提炼技术上面呢，中方承诺提供专门针对阿尔伯塔省油砂的提炼技术支持，帮助其在本地进行更多的初级加工，从而减少对美国炼油厂的依赖。好，除了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之外，这个协议中还涉及到了阿省和萨省北部的那个油矿的出口，以及中方承诺对阿省的碳捕捉 CCS 技术的一个技术投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妥妥的大礼包啊！面对卡尼的这份大礼包，这阿省和萨省这2个省的省长啊，这个先说萨省啊，萨省不用说，这个省长本人都亲自去了嘛，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卡尼访华表达出极高的热情和支持。但是阿省呢，只能说阿省的态度是一种怎么说谨慎的支持，这个度非常的微妙啊。虽说阿省的省长史密斯此前一直攻击自由党联邦政府在破坏能源支柱，甚至在今年的1月2日还正式批准了由一个民间团体组织发起的公投请愿。你看他这个公投提出的问题啊，您是否同意阿尔伯塔省应停止作为加拿大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从这个问题看，这明显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西部独立公投的提案。而这份公投提案根据史密斯政府修订后的公民倡议法，支持者必须在2026年的5月2日之前，这时间是4个月，就是120天，120天内收集到至少177732个合格选民的亲笔签名。如果到了这个签名的门槛，阿省政府可能会在2026年的10月份举行正式的公投。你看，从签名开始到现在已经2周过去了。根据最新消息，虽说卡尼之前给了阿省人民不少退让，比方说同意暂停执行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排放上限，并且推迟清洁电力法规等等啊，但是呢，阿省史密斯省长在公开场合仍然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卡尼这只是暂时性的休战，而非长期的保障。因此，这么一个对抗的大背景之下，卡尼在气候政策上没有达到阿省人民的预期，从而使得这个签名的进度非常的迅速啊！我看到新闻上报道，很多阿省民众在这个签名收集点这排大队啊。当然了，这个咱们且不论在技术上他这个阿尔伯塔独立的愿望能否实现，这个你要是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我前面这一集啊，庄野杂谈第201集。我的结论是呢，阿省独立这件事情，虽说这阿省民众说着可解气了，但是在技术上面，即使你签名达标了，即使你公投通过了，然而阿省想要真正的独立，99.9%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面临着清晰法案、原住民权益以及宪法修正案的限制，3座大山摆在面前。
你1关都闯不过去，还连闯3关，可能吗？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你阿省真的独立了，想要人民幸福，那困难也是非常的大。首先，阿省没有出海口；其次，阿省所有的输油管道都经过其他的省份，而且前面说的这一切，它的前提条件是那些给你下金蛋的鸡，就是北部那些油砂资源油矿啊，你带着走才可以啊。还有人说能不能加入美国呀？那更是痴人说梦。首先，因为川普政府已经实质性的掌控了委内瑞拉的重油，因此川普政府已经没有任何的动力为了阿省去背负加拿大的政治包袱。其次，如果阿省加入美国，那么它将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深红州，就是保守党阵营。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美国的民主党也绝不会同意让一个能给共和党带来大量选票和席位的地区加入美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说，阿省加入美国这个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最后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个史密斯省长啊，他其实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的分离主义者，他更像是一个高明的谈判专家。他的真正目的是成为另外一个魁省，就是以威胁独立为筹码，换取一个绝对自治，建立一个像魁省那样的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能源主权。所以说，您看的这个事情连我都看得明白，难道卡尼不知道吗？因此说呀，卡尼并不担心阿省真的独立，他担心的只是真的这个公投签名通过了，这脸上不好看呐，这丢不起的人呐，这对他的政治压力会非常的大。他作为一个从小就在阿省长大的政客，被自己家乡的阿省人民给抛弃给否定，他面子上过不去。就算没有这个乡土情节，阿省作为全加拿大非常富裕的发达省份，那跟联邦政府之间这个关系过分的疏离的话，那长期来看也是弊大于利。于是大家也看到了，这次卡尼从中国带回了一个世界最大的能源大礼包回到国内，这不仅改善了阿省省内那些还在种植着油菜籽的农民伯伯们的生活，而且给了阿省的油田工人们找到了一条活路。这就让史密斯很难再找到以联邦政府拖累经济为理由煽动西部独立的借口啊。其实史密斯看到这个协议，我估计他心中一定是五味杂陈呐。你说支持也不对，反对也不对。就是说，卡尼用一个能源大礼包熄灭了阿省独立的火焰，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阿省人民想要生活好，就需要中国市场，那就必须留在加拿大联邦之内，因为只有联邦政府能够签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因此，咱们可以看出来啊，卡尼正在玩一个一箭三雕的游戏。第一个，利用中国来抵消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供应上给加拿大的压力；第二个，利用经济红利给阿省的分离主义降温；第三个，利用能源主权来重塑加拿大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的中坚地位，同时振兴加拿大的经济。你看呢，卡尼这一箭三雕这步棋走得非常的飘逸和玄妙啊，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人极大的政治智慧。而且可以预测呀，这份能源大礼包在短时期内将会有极大的程度缓解阿省的独立情绪，因为有钱赚永远是平息政治动荡最有效的药方。但是话说回来呀，从长远来看，如果阿省变成了美中贸易的前线战场，就是如果美国将来因为这份能源协议转而制裁阿省的话，那么俗话说福祸相依嘛，那么这份大礼包可能瞬间就会转变成大毒药，民众怒火带来的独立危机可能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引爆，这个咱们且看后续的发展。除了前面3个协议，电动车、农产品和油气资源之外，还有第4个协议，就是人员往来与签证。中方正式宣布将加拿大列入免签国家名单，那些持普通护照的加拿大人可以免签入境。至于在中国境内具体可以待多久呢？这个没说啊，但是预计不会超过30天。这个具体细节后续会公布。这个其实对很多华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这样的话回国就更方便了，买张机票说走就走啊。当然现在这个形势呢，就算没有这个免签政策，拿加拿大护照去中国使馆办中国签证也是非常容易啊，中加友好嘛，这个很快能办下来。但是这次北京在政治上做这么一个表态，这里面的政治态度很明显，就是中国这明显是把加拿大放在了对华友好国家的朋友圈列表里面。其实中国背后的意思，这些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朋友们，即使是暂时的朋友，也比其他那些动不动就出幺蛾子，什么中东啊、非洲啊这些所谓的朋友更加可靠，有更强的确定性。好，说完了前面4个协议，还有第5个啊。当然这个第5个不能说是协议了，只能说是一个共识，就是关于地缘主权和北极利益方面，中国和加拿大表示，双方在格陵兰问题以及北极主权的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双方将共同致力于维护多边框架下的领土完整。在这里呢，卡尼也再次强调，
加拿大的立场是，格陵兰未来应该由其自身决定，而不是其他某个超级大国。好，除了前面说的5大核心协议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的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也很有意义的一些寡边的协议，比方说什么签署了人民币加元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还有双方加强执法合作，打击腐败，打击网络电信诈骗以及合成毒品等跨国犯罪，还有加强文化教育、艺术文化遗产、创意产业以及旅游业等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了，咱们就不一个个说了。好，听了以上这个5大核心协议，您听了之后什么感觉呀？估计心情非常复杂，非常酸爽，是吧？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对这个协议肯定有很多支持的，但是一定也有很多担忧的。跟您的反应差不多，加拿大的政商各界对中加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咱们先看一看保守党的党魁伯利治，他肯定是批评但是这个正常，甭管卡尼做什么，他都会批评。这个因为他是作为反对党的嘛，他干的就是这个活，就是得在鸡蛋里面挑骨头。那么这次他挑的是什么骨头呢？他这么说的：首先，伯利治就指责他这个协议呢将危害到美加之间的贸易关系，也会对加拿大的主权构成危害。还有伯利治说，卡尼曾经在去年选举的辩论场上公开称中国是加拿大最大的安全威胁，结果威胁着，你怎么跑到中国去签投降书去了？请问你是怎么解释你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威胁论呢？其实这也是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关心的问题。其实卡尼改口把中国从最大的安全威胁变成了合作伙伴，这背后的逻辑应该如何自洽呢？这个问题在记者会上已经有记者问了卡尼对此回应表示，当前的世界局势越发的危险而且分裂，安全形势也在持续的变化之中。作为总理，我的职责是通过构建抗风险能力、强化安全保障以及缔结同盟等方式，妥善应对这些威胁。这话这个外交辞令咱们翻译过来就是说形势比人强，世界局势在变，我也在变，此一时彼一时，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好，说完保守党，再看一下省级政府这边，这个咱们前面交代的很清楚了有喜有忧，是喜是忧完全由利益决定。凡是那些吃到了中加贸易红利的省份，比方说农业大省和油气矿产资源业的大省，萨省阿省BC 省还有 Nova Scotia 这种海鲜出口大省都很开心。但是安省这么一个有可能被中国电动汽车冲击到的汽车制造业大省，则公开表达了严厉的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而那种得失兼有的省份，这比方说魁省，对这份协议的态度就比较分裂和微妙。你看这次卡尼没有带回来削减猪肉关税的好消息，作为猪肉生产大省，魁省就感到很失望。但是他引入了49000辆平价的中国电动车，这个对魁省来说是好消息。所以说魁省也在北美的汽车供应链里面，但是它不生产整车，它有的是强大的水电这样的绿色能源以及电池生产原材料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电动车是有助于魁省更快地实现其激进的减排目标的。这个有消息称魁省的消费者们一直渴望着能够拥有着价格在35000加币以下的代步电动车。所以说卡尼此举深得魁省都市选民的心，同时也可以有助于帮助魁省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电池原材料的供应链。因此魁省对这个协议的态度就比较暧昧，比较分裂。好，前面说了联邦层面和省政府，其他的一些加拿大政坛上的大佬们对卡尼的这次外交行动也是表现两极分化，有支持的，也有深深的忧虑的。支持的比方说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他呢不仅对卡尼的访华协议持有极高程度的肯定和公开支持，甚至有坊间传言克雷蒂安老爷子才是推动这次卡尼访华背后的理论指导教父级别的高参。当然反对卡尼访华的也有比方说加拿大的前驻华大使 Guy St.Jacques， 他就指出卡尼此举是在玩一场高难度的走钢丝游戏。还有部分政治评论员也担忧卡尼这是为了摆脱对美过度依赖，反而转头掉进了对华的深度捆绑的这么一个陷阱里面。反正我总结了一下大家反对的最主要的理由：一，担心美国会因此对加拿大进行贸易报复；第二，担心中国利用加拿大引进中国产品和技术的机会，窃取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数据。说白了，就要么担心被美国揍，要么担心被中国耍。说完了政界，咱们再看看产业界，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首先，作为协议最大的受益方，就是农产品行业和海鲜业。但除了猪肉和菜籽油行业稍微失望一点之外，其他的行业内这个企业呢，
都对这次卡尼出访中国，并且取得这么大的贸易成果表示热烈的欢迎。因为卡尼带来的好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在短时间内立即生效。而其他一些利益生效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行业，比方说金融业、能源业、矿产业、天然气、林业等等这些资源行业，他们就保持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确定性的曙光，还没有立即吃到这个甜头。但是看到曙光就可以了。之前那种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前路在何方的危机感，瞬间也减轻了不少。而与之相反呢，在汽车业和制造业，面对着这份沉甸甸的协议却开心不起来。他不仅不开心，还深深地陷入了集体焦虑。他们认为整个汽车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加拿大最大的工会 Unifor 主席拉纳佩恩就表示，加拿大这是在自毁前程。他认为引入 4.9 万辆中国电动车将摧毁加拿大正在转型的供应链。而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 APMA 则担心中国电动车的进入会引发美国川普政府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的报复性关税，从而关闭通往底特律的大门。说完了政商高层的反应，最后再看一看加拿大民众的舆论呢，这个也是两极分化。目前各大民调显示，对这个协议基本上支持和反对的比例是1半对1半。加拿大中西部省份的民众支持的稍微多一些，而加东这边以多伦多和温莎地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呢，则反对声音稍微多一点。这个很正常啊。可以看到，目前加拿大的民意的状态可以形容为怎么说，捏着鼻子签协议。就是民众并没有忘记过去几年双方的外交摩擦，但是在2026年，在川普的关税威胁和高物价的双重夹击之下，价值观外交太贵了，现在需要的是生存外交，吃饱了肚子再说。因此，正是精准捕捉到了这种务实主义的回潮，卡尼才敢于顶着压力前往北京。接下来咱们再简单看一下美国那边的反应。这个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原以为川普这次一定会非常的生气，但是没有啊。就在昨天1月16日，当记者在白宫南草坪追问他对这个中加协议的看法时候，川普并没有爆发雷霆之怒，反而是耸一耸肩，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甚至带有几分赞许的评价。It's okay， 这没事啊，这就是他卡尼该做的事儿。如果你能和中国达成交易，你就应该去做。对他能够签成这个协议，我觉得是件好事儿。The U.S. president can say some surprising things. When asked about Prime Minister Carney's trade deal with China, his reaction? Not what anyone expected. That's okay. That's what he should be doing. I mean, it's a good thing for him to sign a trade deal. If you can get a deal with China, you should do that. 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啊，为什么川普他不生气呢？根据专家分析，这里面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这个跟川普的性格是分不开的。虽说川普经常变来变去了，但是川普他的本质上是尊重交易的。他可能认为卡尼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为了本国的利益去谈判，那是天经地义的。这其实深层次也符合他对美国优先的逻辑，就是各国都应该优先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美国既然可以的话，那加拿大当然也可以了。川普没生气的第2个理由，就是因为加拿大这次没有动美国的蛋糕。你看卡尼这个协议啊，它主要是卖油菜籽换电动车，这并没有直接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也没有动美国的出口市场。第3个川普没有生气的理由，就是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暗藏的加沙交易。这里有个关键背景说一下啊，据传呢，川普正在组建一个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并且邀请卡尼加入。川普可能是为了在更重要的地缘政治上面拉拢卡尼，就选择在贸易这种小事上面放他一马。但是话说回来啊，虽说川普出人意料的没有生气，俗话说呀，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个川普团队里面的官员则对加拿大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他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说，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大麻烦。他明确表示，美国之所以封杀中国车，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人，而加拿大现在开了一个口子，如果不严加看管，这 4.9 万辆车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新的理由。另外还有一个批评加拿大的政客，就是美国的运输部长肖恩·达菲，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公开发声，质疑中国电动车的数据安全问题。他暗示，如果加拿大的车辆联网系统被中国渗透，美国可能会在边境对加拿大的车辆进行更严格的网络安全审查。而且他也预言，从长远来看，加拿大会后悔签了这个协议的。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出来啊，咱们不要看川普本人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事实上川普这个团队他的真实的应对方案是，
在大局上给你面子，在细节上留着鞭子。川普虽然轻描淡写地表示他的这个宽宏大量，但是他把这个坏人的角色留给了手下的贸易代表们，让他们去敲打加拿大的工业界，并且在接下来的2026年的7月份即将举行的美加墨协议的重审谈判中，卡尼肯定会遭遇到来自美国的沉重压力。加拿大如何自证清白，如何证明着放进来的4.9万辆中国电动车不会威胁到美加两国的国家安全，并且不会通过任何形式以整车或者是零部件的形式流入美国，这个是卡尼需要考虑的。好，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最后咱们总结一下。说实话，看到卡尼在人民大会堂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挺感慨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马克卡尼这次的访华之旅，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行程，而是一次对加拿大未来走向的深刻反思与战略重构。这份协议，无论是被赞扬还是被质疑，都标志着一个清晰的时代转折。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加拿大不再把命运仅寄希望于某一个伙伴，而是努力地把握多元化的机遇，让普通家庭的福祉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尽管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有人骂他跪舔，有人骂他投降，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硬气？硬气不是在推特上喊两句口号，不是跟着别人后面当复读机，更不是让自家的农民看着烂在地里的油菜籽哭泣，让自家的工人守着停工的油井发愁。真正的硬气是让老百姓口袋里有钱，是让冬天里的暖气不停供，是当霸权的大棒挥下来的时候，我们有底气说对不起，我有退路，我不怕你。卡尼今天的冒险，或许在10年后我们回头来看，他也许是加拿大这个国家真正成年的第一天。也许有人担忧，也许有人质疑，但正如历史上所有伟大而艰难的选择一样，它需要的是勇气、耐心与远见。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所有挑战，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注定不好走，注定满是泥泞和争议，但是历史会记住这一伟大的时刻。这一刻我们团结在一起，这一刻我们无所畏惧，因为这里是加拿大，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有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仅是美国的邻居，我们更是我们自己。我是庄野，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您打赏、点赞、订阅、留言，或者是点击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会员，用每月1杯咖啡的钱赞助庄野进行内容创作。庄野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得嘞，咱们下次再见。